Hello，各位好，欢迎来到 Big Joe 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们会讲产品经理如何选择并转换产品方向。那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正好是到了 MBA 的毕业季，那一些 MBA 们已经手持着 Google 或其他公司的产品经理的 offer，然后呢来问我，怎么选组？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同学，他们是已经在业界，然后呢，因为现在是蠢蠢欲动的春季，他们也拿到了很多别的公司的 offer，也来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选这样一个组？所以今天呢，就做这样的一个节目，跟大家讲产品经理如何选择产品，如何选组，以及未来如何转换。然后这个话题呢，不仅对产品经理有意义，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对别的职能，比如说工程师，比如说设计师，比如说市场营销的同学，可能都多少有点帮助。所以呢，今天我就做了这样一个视频。首先介绍一下大厂的这个选组的这样一个事情哈，就是说大厂，比如说 Google， 比如说 Facebook， 比如说 LinkedIn 等等。大厂呢，很多时候他把你招进来是一个我们叫做 generic hire， 就是你不是指定某一个产品的，大部分时候呢是说把你招进来之后，你接受了这个 offer， 然后呢再把你放到某一个组里去。当然了，这不是没有例外的，有一些时候是有具体组的招聘的，那我们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那么当你签下来 offer 之后呢，这个呢就进入到一个我们叫 team match 的这样一个过程。team match 这样一个过程，那你可以对公司的 HR 说我对哪些领域有兴趣，然后呢他会跟你呢通过你的兴趣以及内部有什么组的这样的一个空缺来帮你说，那这些组你有没有兴趣？然后呢他会逐一的给你安排这些组里的人跟你打电话聊，然后呢再进行这样一个双向的选择，然后最后把你放进某一个组里去。这个事情呢，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如果你是一个工作经验不太丰富的人，比如说你是 MBA 毕业生，那 MBA 毕业生如果进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的话，大家一般会觉得呢，你反正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说是一张白纸，从一个新的产品经理的这样一个岗位做起。所以呢，对你来说呢，倒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说你一定要懂什么样的技能，或者懂什么样的行业经验。那很多的机会呢，可以说是全都向你敞开。如果你很有经验的话，有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可能别人会看，你以前的产品经验和我现在想要产品经验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切合度？那如果你经验不丰富，那这实际上是你个优势，你可以找的范围就比较广。那这个事情上呢，也有一个什么劣势呢？就是说大概率来说，你不大可能去找到和你特别想要去的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个实际问题，就是你拿到 offer 的时候，不代表你想去的那个组它正好在招人。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那中国人最近呢拿到了这个 Google 的产品经理的 offer， 然后呢他对这个社会影响力非常的有兴趣，他特别想去做一些能够帮助到社会、帮助到一些人的这样的产品。比如说他特别想去这个 accessibility 这个组就是帮助一些残障人士、帮助一些盲人去使用 Google 的产品。然后呢打听了以后发现，这个组其实不招，所以就没有这个选择。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很难有你想要去的组你特别满意的。但这个没有关系，我等会就会讲，在这个情况下你选组的原则是什么。那么我建议的这样一个选组的原则，或者是选产品的原则是什么呢？不论是产品还是功能，选一个你中远期比较有兴趣的方向。什么意思呢？从产品角度来说，就有很多个不同的赛道，比如说消费者产品，比如说广告，比如说硬件，比如说支付，对吧？这些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赛道在这个地方，你呢可以尽量选一个你会比较有兴趣在远期做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呢最好是这个公司擅长做的，如果不是也没有关系。就比如说，如果你擅长做的是，或者你想要去做的是硬件，或者是想要做的是社交，可能这家公司它这方面做的不是最好的，但你先去做，你进入到这个赛道以后，你个人的职业发展，不管在这家公司还是在别的公司，你还是可以换的，但是你可以在一个赛道上不断的积累你的经验，这点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那从功能角度来说也是一样。那什么叫功能呢？功能和产品是一个垂直的概念，就是产品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广告是一个产品，比如说硬件是一个产品，比如说搜索是一个产品，电子商务是一个产品，对吧？但是呢，垂直方向呢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增长 growth， 它是一个垂直方向，那么它在各个不同的产品里面都有 growth， 都有增长。那比如说我们说的推荐系统 recommendation， 那你做视频也有 recommendation， 做电子商务也有 recommendation， 就是在一个你长期愿意去做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领域去选一个喜欢的方向，要么呢就在自己长期愿意做的功能领域里面去找一个喜欢做的方向来选作为你第一个组或者第一个产品。好，刚才我讲了，在第一个组第一个产品，有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天时地利有这个时机的原因，你不一定能找到一个你完全满意的事情，这个没有关系，只要你在你有感兴趣的赛道上，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换产品呢，首先第一点，如果你是换公司的话，大概率呢你是比较难有很大的改变的。一般来说呢，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一个人过来，是希望借用他以前的经验，所以希望呢他以前做的事情跟现在做的事情有比较多的相关性，所以对你来言做改变的这个情况呢就不是非常多。那么呢，在公司内部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转换的机会，这个呢尤其呢是在比较大的公司，因为呢很多小一点的公司，它如果只有一个产品，只有一个具体的服务，那么你就没有什么机会换。但是在大公司大厂，比如说 Google、Facebook、LinkedIn 等等之类的，你就有一些机会可以做一些转变。那这些转变主要来自于哪几点呢？我这里呢总结了好几个方向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这个方向可以说是最重要，你其他的都忘记都没有关系，这个一定要记得，那就是给这个视频一定要点赞，一定要点赞哦。开玩笑。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第一个方向是产品的相邻性。就比如说你以前是做广告的，你的新组也是做广告的，虽然这两个事情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他们有非常多的相邻性，都在广告这个大的事情里面。那么你的知识有很多可以怎么样呀？可以转换过去的。那你在内部可以这样换。比如说你从搜索广告转到视频广告，我完全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功能怎么样呀？是相邻的。比如说刚才讲的，如果你是在社交产品里面做推荐系统，然后呢你又到影视产品里面做推荐系统，那这完全是一个怎么样呀？非常的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所以说你选对了一个长期想要做的方向的时候呢，就可以这样做，保持相同的功能，但是呢换不同的产品，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一个比较不幸的情况，就有的时候呢，这个团队正好被 reorg 了，那你本来原来做的是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可能被别的组给带走了，那你只好换新的做。那这个呢有利有弊。那弊的来说呢，当然就是说你不得不放弃原来做的事情，可能做事情没有一定的连贯性。但有的人喜欢这样，有的人觉得我做点这个做点那个很开心，做点不一样的事情，还不用自己主动去换这是一种情况。第四种情况是什么呢？是跟着老板。就是很多时候呢，在大公司里面，比如说你有个老板，他很喜欢你，你跟他合作呢也非常开心，然后呢他从一个领域转到另外一个领域去的时候呢，他会把你带走，你也愿意跟着他走。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可以跨产品跨功能的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去。如果他这个领域正好也是你感兴趣的呢，那你跟着老板走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第五个呢，就是如果你这个人的表现非常好，比如说我们 Google 里面有个东西叫 Perf， 其实就是你的这个performance review， 就是你的绩效表现吧。那这个东西如果你做得非常好的话，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既跨产品又跨职能，别人一看这个人是表现超强，好，不管怎么样，那我就收了吧。那这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就可以用来换组换产品换方向。好，总结一下，所以我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就是说，在你刚开始进入大厂选组的时候，你最好选一个跟自己长远兴趣相关的一个方向。虽然说你很有可能不一定选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方向，但只要是不管是从产品角度还是从功能角度跟你的长远的兴趣相关，那么你就可以先进去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未来呢再通过这种临接的方式去换其他的产品其他的功能，或者是换到其他的公司也是可以的。只要你自己一直在你
热爱的这样一个赛道上进行一个积累，那你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个非常牛的人，非常牛的人。最后呢，要说的是呢，不管是入行进产品经理这个行业，还是在产品经理这个里面去换到一个你愿意长期去做的事情，这个事情都是越早越好，越早越好，越晚越难，越晚越难。就在你比较 junior， 在你比较年轻，不是非常资深的时候，那么首先这个空缺非常非常多，所以你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换。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呢，别人新的组的经理对你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那如果你已经比较资深了，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产品总监，那么你要再换领域，就往往并不容易。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别的组要招一个产品总监的话，他可能真的会考虑这个人在这个产业里面的行业积累，我们叫 domain knowledge。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所以是最好怎么样，先尽量早的去换到一个你更喜欢的领域去，在你比较早期的时候，然后呢扎根在一个你特别喜欢的领域，一直做下去，这样对你的发展可能是最好的，是最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如果你觉得别人有需要，请分享给他。然后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哟，不要错过我们未来的节目。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好，下次再见，拜拜。